甄嬛传》距今已经开播10余年，可热度依旧不减当初，反而还长盛不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成为内地宫斗剧里的里程碑之作。不少人已经把《甄嬛传》当作下饭神剧，2刷、3刷、4刷，甚至 N 刷。那么剧中的这些细节或者伏笔，你都注意到了吗 ？PS，《甄嬛传》这么优良的电视剧，细节满满。本次盘点并不完整，仅是挑了几个隐藏细节哦。《甄嬛传》中第1集甄嬛出场的场景，就是她在寺庙中求菩萨让自己选秀落选。在甄嬛拜完菩萨出来的时候，寺庙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而对联的内容是“甘露灌顶受菩提记，光明照身广度全生”。很明显，甘露就是指甄嬛出宫后在甘露寺修行一事，而光明就是熹的意思。整副对联就讲述了甄嬛入宫以后，在甘露寺破茧成蝶，重获新生，最终光明反攻登顶，度过余生的全过程。也是在第1集就向我们暗示了甄嬛的结局。同样有深意的对联还有皇上养心殿里的那一幅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当时甄远道一家被流放宁古塔，甄嬛挺着大肚子去找皇上求情，皇上的养心殿里就贴了一副这样的对联，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皇上处理政事的座右铭，可细想，皇上对纯元和甄嬛的感情不也是这样吗？皇上一直将纯元视作自己的白月光，所以纯元以及纯元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件不能过去的事。因此皇上把甄嬛当作纯元的替身，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喜欢的已经不是纯元阴影下的甄嬛，而是眼前这个真正能相知相守的甄嬛。所以这一副对联也是在做一个反语，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自然会有懂你的人。是皇上自己画地为牢，最后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除了以上2副对联，剧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暗示，例如碎玉轩或牌匾之类的都是同理。在安陵容殿选后场的时候，甄嬛送了她一副耳环和一朵海棠花，希望安陵容不被轻视并成功中选。先敬罗衣后敬人，时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不，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扬眉。很多观众也认为安陵容中选是因为头上那朵海棠花。当时皇上看安陵容姿色平平，家世平平，已经摇了摇头宣布撂牌子落选了。可安陵容决定最后争取一下，对着皇上和太后说了几句吉祥话。她这个举动成功吸引了太后的注意。就在这时，一朵蝴蝶飞到了安陵容的头上，皇上看见后就说：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刺花。所以大家都以为是甄嬛送的花吸引来了蝴蝶，这才救了安陵容一命。但是我们自己仔细看就能发现，蝴蝶刚开始飞来飞去的时候，不是直接落在海棠花上，而是落在了安陵容的珠花上，而她又是有名的调香大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猜测到，安陵容其实早就在珠花上盖了香味儿，所以才会招来蝴蝶。蝴蝶飞到了珠花上，发现那是假花，然后才飞到旁边的真海棠花上呢。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想，但是如果是安陵容的香起了作用的话，那它成也香，败也香。如果安陵容没有在珠花上动过手脚，那她成是因为甄嬛送的花，败也是因为甄嬛送的花。大家都知道，安陵容最后罪行败露的开端，就是甄嬛给她送去了带有迷情香的狐尾百合。所以这个前后呼应真是让人直呼妙啊！甄嬛在生下双生子之后身价翻倍，前朝后宫个个都送来奇珍异宝，而沛国公府就送来必读块一双。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虽说银块也能测毒，可远没有这个稀罕。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防不胜防。
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甄嬛也说沛国公府是花了心思的，可是沛国公的女儿孟静娴是怎么死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当时后宫举行家宴，皇后被禁足，三阿哥被革了黄带子，简秋选择忠心护主，想要下毒毒死甄嬛。于是，在宴会的汤里加了鹤顶红，可是这汤却被孟静娴误食了，最终孟静娴难产生下一子后毒发身亡。怪不得大家都调侃沛国公府给甄嬛送避毒块，可自己的女儿却被人毒死，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同样起呼应作用的还有甄嬛对果郡王说的梁祝的故事。当时甄嬛在凌云峰与果郡王情投意合，可是天不遂人愿，二人还没相守多久，果郡王就被皇上委派带兵出征。甄嬛得知这个消息后，虽然不舍，却也只能和果郡王道别。甄嬛为了向果郡王表达她的伤感之情，说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果郡王听了以后，急忙阻止甄嬛：“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一个哭嫁，一个吐血早亡，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梁祝的故事人人皆知，祝英台哭嫁，梁山伯吐血早亡的结局，和后来的甄嬛、果郡王二人一模一样。甄嬛以为果郡王战死沙场，心死，只能回宫继续做皇上的妃子。果郡王为保甄嬛喝下毒酒，英年早逝，所以果郡王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最后灵验了呀。沈眉庄被诬陷假孕争宠的时候，皇上龙颜大怒，还气急败坏地摘了沈眉庄的簪子。欺骗朕和太后，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你以为皇上只是生气，觉得沈眉庄不配戴太后赏的簪子吗？其实这根簪子皇上早就看不顺眼了。我们看看这根簪子的来历。太后知道沈眉庄怀孕的消息，特意命人拿了根簪子到圆明园送给沈眉庄，上面镶的和合二仙是希望沈眉庄能够多子多福，给皇家多诞点子嗣的意思。华妃就解释过，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过。镜头这时就切到了皇上，皇上不但没有开心太后喜欢沈眉庄，反而还一直闷闷不乐地垮着个脸，就是因为太后只记挂着14王爷，所以皇上不开心了。他想，太后为什么就送怀老14时候的簪子，怎么不送怀自己时代的簪子？谁还不是有点小脾气的人呢？所以皇上一直记着这簪子的来历。沈眉庄惹到皇上后，皇上借题发挥，立马就拔了簪子。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嘛。皇上一直介意太后偏心14王爷的事儿，14王爷从小是太后带大的，而自己却被寄养在孝义仁皇后膝下，所以太后向来最疼爱14王爷。一直到临死前，太后都希望皇上能够放过他的老14。皇上的童年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所以有一幕中，皇上夸曹琴默给温宜唱的歌很好听。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再给温宜唱一遍。曹琴默唱的不过是哄孩子的简单儿歌，皇上却还夸他唱得好。皇上哪是真觉得歌好听啊？其实只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爱罢了。甄嬛离宫后，在宫外与果郡王品酒赏花，生活惬意。远离宫斗后的日子也算舒坦。当然，甄嬛后来自己也说过，在凌云峰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且甄嬛在选秀前还特地去寺庙求了料牌子，可见她是非常不喜欢皇家的束缚和勾心斗角的。那么她自己好不容易从那个深渊走出来，为什么后来又再次返回皇宫，开始了步步惊心的生活呢？其中是离不开以下几点因素的。在果郡王出发去滇藏平乱时，甄嬛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来在无限幸福的待产中，可温实初却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听到消息后，甄嬛感到非常的震惊，震惊之余又带有一丝痛苦的难以接受，随即一口鲜血吐出。接着温实初说出原因。到这儿，温实初来这一趟的理由就很明了了。他在告诉甄嬛，果郡王是被人给害了，如今九死一生。甄嬛明白这一点后，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无助感。果郡王之死，不管是因为触动到了地方官员的利益，还是因为动了朝廷中一些人的利益，甄嬛都没有办法去查明真相。她是个废妃，家族就中道落魄。甄嬛在寺庙中暗无天日，宫里稍微发话，她就寸步难行。
这种绝对的绝望令他隐隐生出了回宫的心思。紧接着是眉庄前来告诉甄嬛，甄父在宁古塔重病，这几乎完全击垮了甄嬛。她本人是非常孝顺的，在离宫之前，怀孕时候听说父亲下狱了，即使对皇帝无限失望与厌恶，还是马上放低姿态去求皇上医治难产体虚。不论是为果郡王查明死因的角度，还是从拯救父亲的角度，甄嬛都不能坐以待毙。她孑然一身，无所顾忌。甄嬛在宫外多年，早就放下了对皇帝的感情，所以她此次回宫目的性很强，而回宫的契机很重要。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的让皇帝必须接她回宫呢？景熙知晓甄嬛心意之后，马上献计，用自己来换取苏培盛的帮助。因此此时只有苏培盛才是最能接近皇上的人。于是景熙对甄嬛说道，所以他有把握能够拿下苏培盛。景熙也早已筹划好了一切。这里提到苏培盛的私宅，可既是私宅，旁人又如何得知？可见苏培盛对景熙还是非常有情义的，甚至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了。所以其实苏培盛一早就已经开始追求景熙。苏培盛在私宅里看到景熙的背影，一眼就认出来了。认出来之后也只有开心，于是马上叫人换上皇帝欣赏的茶叶。苏培盛非常照顾地说道。于是苏培盛借机就说，一个人住太冷清了。果然景熙开始表明来意。终于肯了。苏培盛这么说，可见他确实表明这个意思很久了。但是景熙不答应，苏培盛知道原因，却也不强求，只在身旁默默守候。景熙正是知道苏培盛的情谊，也知道苏培盛的能力，所以走了这一步棋。这一步棋又稳又关键。果然苏培盛马上办了靠谱的事儿。本来皇帝准备在2月2的时候留在宫里看折子，皇家最信福运，就算不信也得做给百姓看。所以苏培盛这么说，皇帝没有办法逃避着闭箱祈福的这个事儿。然后苏培盛抛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倒是提得刚刚好。皇帝才说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苏培盛并不傻，提出这个建议就是为了让皇帝否定，随即表现自己真正的意图。甘露寺，皇帝重复了一遍，苏培盛马上接到。苏培盛给了皇帝唯一的选择，甘露寺人少又能祈福，皇帝没有理由不去。到这儿，皇帝已然有十足的理由前往。而苏培盛不愧是太监总管，还帮皇帝把潜在的不合适的理由给剔除了。虽然他知道皇帝仍然爱着甄嬛，但人前人后他给足了皇帝台阶，也给了他们偶遇的理由。而从皇帝自身的角度去看，他其实心里十分思念甄嬛。安平下药让他纵欲过度而高烧不起的时候，他在梦里叫的也是甄嬛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当然是甄嬛的生日。离开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有关甄嬛的数字。多年来，皇帝对胧月也是千般万般宠爱。胧月纵使像纯元皇后，可是更像甄嬛。皇帝并不知道，这时候的他已经爱上了甄嬛，而非纯元的替身。他想念却拉不下脸。苏培盛的种种简直完全照着皇上的心意来，他自然不胜欣喜，也就有了甄嬛与皇帝的偶遇。随即甄嬛有了孩子的消息便传出了。而之前的一系列事情下来，皇后对后宫妃子的多次下手，太后已经心有余悸。皇后不仅利用齐妃使叶澜依不孕，还杀死齐妃夺走3阿哥，想要用绿豆汤暗害4阿哥，还有之前富察贵人小产新常在的小产，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后把一切其实都看在眼里，却无可奈何，多次警告皇后却不以为然。对于太后来说，要么把宜修拉下皇后的位置，可乌拉那拉氏再无可堪替代之人，也就是家族荣誉不保，要么任由皇后作恶，直到皇帝断子绝孙，两头为难。所以当甄嬛怀孕时，太后便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让甄嬛回宫，以此来制衡皇后。太后毕竟是太后，永远还是以大清为重，因此杀了隆科多，而且还要制衡皇后，为大清100年做打算，最后他才会力保甄嬛回宫。至此，甄嬛回宫的每一步都完美进行，甄嬛也即将开始她腥风血雨的宫廷生活。她2次入宫都被迫无奈，却又走得步步缜密。甄嬛的人生注定与皇宫有羁绊，无比无奈却又无限精彩。
《甄嬛传》中有许多情节前呼后应，前边咱们讲了甄果恋的前后暗线，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还有哪些埋好的暗线。第一点，曹贵人的死早有提示，当时康禄海没看出甄嬛是一只潜力股，背地里找上了根平这座靠山，结果甄嬛杏花树下秋千架前遇到皇上，这一遇甄嬛不仅破例被封为了贵人，而且皇上还给甄嬛赐下了交房恩宠，这等殊荣可见甄嬛有多受宠。在宫中主子受宠，奴才的生活也好过，于是势利眼康禄海生了二心，假借肚子疼的由头溜出根尔平的队伍，跑到甄嬛回宫的必经之路去蹲点儿。对于康禄海这个行为，咱们听曹贵人是这么说的：姐姐真是好心性，这背弃旧主的东西换作是我，那是断断不敢用的。其实这个背弃旧主的东西不仅仅是康禄海，更是曹贵人他自己。后期年羹尧倒台，华妃失势时，曹贵人背叛了华妃，与甄嬛暗中签了合同，合同一签，曹贵人便趁机抖落华妃的罪行。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表面上曹贵人此举是弃暗投明，可在皇上看来，曹贵人与卖主求荣没区别，毕竟华妃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不轻，同时皇上也清楚曹贵人的为人，华妃所做桩桩件件少不了曹贵人出谋划策。因此当曹贵人进言杀了华妃的时候，皇上心中已经容不下曹贵人了。当初康禄海背叛甄嬛又背叛根尔平，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如今曹贵人背叛华妃又进言杀之，皇上便有一剂梦魇药将曹贵人送上了西天。第二点，皇后禁足早有伏笔，当时甄嬛穿错纯元皇后的故意被皇上禁足。安小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咱们听皇后是这样说的：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剧中甄嬛多次议论朝政都没有事，为什么皇后还说皇上因此恼了甄嬛呢？咱们往前看，甄嬛封妃前，瓜妇曾用钱明士的诗集参了甄赋一本，当时皇上试探甄嬛对钱明士诗集的看法，结果甄嬛的言语让皇上误以为甄嬛和甄赋一样对他不喜欢的人持同情，加上这件事还牵扯到敦亲王，皇上本就疑心深重，故而恼了甄嬛。可见正如皇后所说，甄嬛禁足不仅仅是因为故意，更是因为甄嬛议政。后来皇后在甄嬛利用腹中胎儿碰瓷事件中，因胧月一句皇额娘推了熹娘娘被禁足，皇后以为自己只是吃了哑巴亏，却没意识到自己蓬然朝党早就让皇上恼了。当时脸上长了个大括号的张廷玉向皇上打探皇后被禁足事件的后续，咱们听皇上是为何恼了皇后的。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3阿哥交给他，倒让他多了许多非分之想。原来甄嬛碰瓷事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皇上恼了皇后的是皇后在前朝奔走牵线，她不仅要坐皇后的位置，她还想当太后。宫中谁不知道皇上疑心病有多重，当初甄嬛因扯到了前朝一条小线被禁足，如今皇后手都长在前朝了，不被禁足才怪呢。第三点，甄嬛回宫的日子早已定下，华妃倒台，甄嬛即将封妃时，皇上直接选了2月初2这个日子。结果在2月初2那天，甄嬛掉进皇后不好的纯元故衣这个局。因为这件衣服，甄嬛明白了自己只是替身，同时也是因为这件衣服让甄嬛看清了皇上。后来甄嬛因婉婉泪清4个字对皇上彻底死心，生下胧月便离了宫到甘露寺修行。后期甄嬛设计回宫时定的也是2月初2这个日子，毕竟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个大好日子皇上不能马虎过着，所以甄嬛集结了苏妃给皇上下了一个套。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苏菲这番话给皇上长久的思念找了个台阶儿，于是皇上心里乐得欢，同意了2月初2出行。2月初2这天，皇上先到了甘露寺，紧接着又赶到凌云峰给侄儿送户口。他来了，他带着户口走来了。瞧瞧这踉跄的步伐，听听这大口的喘息，皇上到底爱不爱甄嬛？他的表情，他的神色，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当初2月初2，皇上伤了甄嬛的心，如今2月初2，甄嬛送给皇上一顶帽子。其实不管是当初的离心，还是如今在相拥，之前有过多少真情，如今就有多少假意。综上可见，《甄嬛传》这部剧许多情节以及结局其实早已暗中定好，这种巧妙的设计不得不让人称绝呀。在《甄嬛传》中，甄母曾3次进宫看望甄嬛，而每次探望都暗示着甄家与甄嬛自身的地位处境期间发生的变化，令人闻之心酸。今天让我们来解读一下甄母3次进宫的细节。甄母第1次进宫是在甄嬛复宠、华妃复位之后。提到甄嬛复宠，还要从甄嬛失宠开始说起。甄嬛此次失宠是因为甄嬛小产事件。按理说，甄嬛小产，以4大爷往日对甄嬛的喜爱，4大爷应该会更加怜惜甄嬛。那么甄嬛为何还会失宠呢？原来是因为甄嬛小产过后，在弑君方面一直保持摆烂的状态，面对4大爷时有啥说啥，毫无忌讳。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真是白璧微瑕了。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甄嬛火药味十足的发言让4大爷觉得甄嬛一定是不想要这份恩宠了，所以讲话如此呛人。于是4大爷也不甘示弱，直接撂下一句狠话：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失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从这之后，4大爷再没有光顾过碎玉轩，甄嬛也就失了宠。然而在4大爷以为甄嬛会成为第2个沈眉庄时，甄嬛却又奇迹般的回心转意，想尽办法讨4大爷欢心。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你让朕心醉。不仅如此，甄嬛还善解人意地主动提出给华妃复位，以免4大爷在朝政方面为难。请皇上再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年妃和年羹尧一样，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循。何况只有她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甄嬛这样周到体贴，倒让4大爷心生愧疚。嬛嬛，咱们的孩子没了，是朕对不住你。于是4大爷便让皇后安排甄母进宫探望，以宽慰甄嬛。皇上同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可以说，甄母第1次进宫是4大爷对甄嬛的一种体恤。那么甄母进宫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母亲，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呀？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从甄母和玉娆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来，甄母为人非常谨慎小心，所以当甄母与甄嬛见面时，甄母也是礼数周全，不敢有丝毫纰漏。妾身携小女玉娆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看到这儿，忍不住哀叹一句：封建礼数害人不浅，竟让一个母亲问自己的孩子行礼，真是长幼颠倒。甄嬛见甄母行此大礼，连忙矮身相扶。快起来，快起来！多谢娘娘，母亲一路劳累了，快坐，换笔上茶哦。3人坐下闲聊片刻以后，甄母发觉甄嬛形容消瘦了不少，于是出声询问：娘娘瘦了一些，上回小产，身子可都养好了吗？听到甄嬛说身体有无大碍，甄母这才放下心来。那就好，左右娘娘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一定还会有孩子的。何况如今皇上待娘娘极好。
这里真母为何特意向甄嬛强调四大爷的好处呢？因为知女莫若母，甄嬛性格倔强，真母是知道的，因此真母担心甄嬛钻牛角尖，想劝她把注意力放在事情好的一面。结果甄嬛还是高兴不起来。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接下来真母的反应绝了。娘娘，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不得不说，真母真的将谨慎入微4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连存在感很低的鹦鹉都逃不过真母的眼睛。对此，甄嬛却觉得不用这么草木皆兵。母亲这样谨慎。真母闻言郑重其事地跟甄嬛讲明谨慎的重要性。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2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除了对皇上，其他也要事事谨慎。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真母这番劝解堪称金玉良言，倘若甄嬛听进去了，牢记她和4大爷之间是君臣关系，弑君时小心慎重，少倾注一些感情，日后也能少一份伤心。除此之外，那句丫鬟不宜打扮得太好更是鞭辟入里。毕竟安祥鸟与甄嬛反目的祸因之一，就是甄嬛把安祥鸟送的浮光锦赏给了浣碧。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他，那当小主您是什么？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纵使真母想多教导甄嬛几句，也已经没有时间。娘娘，时针到了，夫人和2小姐该回府了。甄嬛闻言很是不舍，怎么刚来就要走啊？母亲也不多陪陪我。对此，真母表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来得久了，宫中不便，也免得人说你恃宠而骄。其实你父亲也不愿我来，总怕人说是外戚之骨。从真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讯息：虽然甄嬛已经复宠，但真母还是心有余悸，不想给甄嬛添一丝麻烦。可以说，真母第1次进宫主打的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相比之下，真母第2次进宫就要扬眉吐气的多。真母第2次进宫发生在年羹尧倒台以后。众所周知，4大爷能够顺利击垮年羹尧，其中有甄嬛的一份功劳。所以4大爷为了奖赏甄嬛，不仅给甄父升了官儿。朕打算荐你父亲为正二品吏部尚书，监管督察院，左都御史。同时4大爷还让真母进宫与甄嬛相聚。只见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一顶轿辇缓缓停在碎玉轩门外，从轿辇中走出一位穿着雍容华贵、气质高贵典雅的夫人，此人正是真母。大家是否有注意到真母此次进宫与第1次进宫时的不同？细心观察之下，我们不难发现，真母此次进宫身边多了一个随行侍女，而这种细微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来，甄家此时地位水涨船高。不过真母并没有被眼前泼天的权势富贵迷惑，见到甄嬛时，真母仍旧是恪守礼数规矩。婉嫔娘娘吉祥，娘娘不让妾身行这个礼，别人会怪罪娘娘不懂礼仪。不仅真母不改初心，甄父也是牢记前人教训，愈发谨言慎行。年氏一族是前车之鉴，你父亲也常说要戒之慎之，可惜百密一疏。其实你也知道，你父亲闲时不过爱买些古迹赏玩。这里请大家重点关注真母说的古籍2字，因为甄父喜欢买古籍赏玩这个爱好，后来可害惨了甄家。看过《甄嬛传》的我们都知道，瓜六的父亲瓜尔佳鄂敏正是利用甄父这个小众爱好，成功陷害了甄家。甄兄，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不去看看？前一次，奴才向皇上禀报，甄远道私藏钱明氏的秘书，奴才怕甄远道真的心怀异望。甄远道革职收监，其家眷捐进府中。甄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由此观之，《甄嬛传》真是处处暗藏伏笔。以上就是甄母前2次进宫的始末。现在咱们再来讲讲甄母的第3次进宫。甄母第3次进宫已是多年后，那时甄嬛携双生子风光回宫，4大爷为了让甄嬛高兴，于是允许甄父甄母进宫与甄嬛团聚。皇上为娘娘高兴，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给父亲母亲请安。
给贵妃娘娘请安。不得不说，甄家重逢这一幕真是让人潸然泪下。而且大家是否有注意到，甄父甄母身上穿的衣物再不复从前光鲜亮丽，甄母更是苍老了许多。你别这么些年，母亲都长了好些白发。除了容貌上的变化，甄母性格上的变化更令人心疼。此次与甄嬛相聚，甄母不再像从前那样健谈，而是一味地拿手绢擦眼泪。可见这些年甄母在宁古塔受了多少风霜蹉跎，也难怪甄嬛最后会对四大爷那样心狠。换作是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原谅有人如此折磨自己的父母吧。